一起来看精彩短剧一局故事解说。东方创投的翻译苏婷婷正在参与一场重要的对外谈判，工作中途，她突然收到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，要求她在当日下班前前往人事部办理离职交接。谈判被迫中断，苏婷婷只能当众告知在场人员，自己已被公司裁员，本场翻译工作就此终止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众人满心疑惑，没人理解为何谈判关键阶段，公司会突然换掉主力翻译。苏婷婷心里清楚这场裁员的猫腻，顶替她位置的赵岩是去年校招入职的英语专业新人，一直由部门经理杜志明亲手带教。而本次谈判使用的全套核心资料，是苏婷婷耗费整整14天熬夜打磨整理出来的工作成果。没等苏婷婷向众人解释清楚情况，杜志明便在会议室门口厉声叫她出去。苏婷婷不甘心，想要继续说完未完成的工作内容，可杜志明态度强硬，直接告知她已经不是公司员工，没有资格继续坐在谈判桌前。苏婷婷满心恳求，希望对方暂且搁置离职流程，先保证谈判顺利收尾，不要耽误项目进度。杜志明对此完全不为所动。一旁的公司陈总出面安抚众人，称新任翻译已经到位，不会影响谈判进度。杜志明随即再次催促苏婷婷立刻离场，让她后续再处理个人物品，言语强硬，暗含警告，让她不要当众闹事。苏婷婷无奈走出会议室，偶遇同事李总。李总满脸诧异，称自己只是短暂离开片刻，回来就发现苏婷婷的工位换成了赵岩。苏婷婷平静告知自己在20分钟前已经被公司裁员。李总得知真相后十分愤怒，直言谈判中途换人的操作荒唐又离谱。苏婷婷随即道出核心真相，杜志明心思功利，精于算计，赵岩工位上的谈判资料正是他耗时2周整理的成品，只是封面署名被悄悄替换成了赵岩。李总彻底看清了抢功真相，极力劝说苏婷婷不要忍气吞声，白白受此委屈。苏婷婷满心无奈，她的工牌早已被注销，失去了公司所有权限，看似毫无维权途径。李总不忍她辛苦成果被人窃取，自身惨遭裁员，当即让她原地等候，自己前往人事部打探此次裁员的审批内情。李总离开后，杜志明派人前来，名义上是送苏婷婷下楼，实则态度强硬，如同押送犯错的员工。走在公司楼道里，苏婷婷心中满是寒凉与感慨。她入职5年，兢兢业业，勤恳付出。去年入职的市场专员周子轩，刚入职时连基础商务函件都不会撰写，是他手把手教导对方查阅术语，搭建文书框架。可如今他落难，周子轩却刻意躲避，如同躲避瘟疫一般。不久后，李总打探完消息归来，带来了残酷真相。杜志明在上1周就悄悄提交了苏婷婷的淘汰名单，周3便私自拷贝走他全套谈判资料，转手交给了赵岩。仓促的换人操作直接引发工作事故，专业能力不足的赵岩在翻译时写错了合作子公司名称。美方团队发现问题后，正式申请暂停了全部谈判工作。随后，人事部的魏佳找到苏婷婷，递上离职交接清单与竞业限制协议，让她签字。苏婷婷仔细核对条款后，发现协议内容极度不合理。公司要求她履行24个月的全行业竞业限制，覆盖所有翻译领域，对应的补偿金却仅有基本工资的30%，每月仅2400元。苏婷婷当即质疑，这样的薪资根本无法支撑2年的基本生活。魏佳表示，所有条款均是杜志明制定，自己仅负责送达，无权更改。同时，他明确告知苏婷婷，拒绝签署协议，就无法领取任何离职补偿金。苏婷婷不愿被迫接受不公条约，直言不会签字，并要求面见陈总陈平沟通事宜。魏佳以陈总正在开会为由推脱，被苏婷婷当场识破。几番沟通后，魏佳传回陈总的答复，让苏婷婷先办完离职手续，下周再沟通后续问题。苏婷婷心知，一旦办完手续，离开公司，下周就连大楼门禁都无法使用，彻底失去沟通机会。她不再妥协，径直走向17楼管理层办公室。途中有人阻拦，称杜志明下令禁止她上楼。苏婷婷态度坚定，直言对方可以裁掉她的岗位，却无法限制她的行动自由。站在办公区，苏婷婷满心寒心。5年职场生涯里，她曾多次帮同事修正工作失误，处理各类难题。可如今自己遭遇不公，所有人都刻意躲避，生怕被牵连。苏婷婷找到公司老钱，明确表示拒绝签署不合理的竞业协议。老钱告知她，拒不签字就会1分钱补偿金都拿不到。苏婷婷坦言自己不在乎补偿金，她真正在意的是自己14天的心血成果被人窃取，冒名顶替。老钱搬出公司规定，声称员工在职工作成果归公司所有，
署名归属由公司决定，被裁员的苏婷婷没有质疑资格。苏婷婷当即反驳，劳动法赋予了劳动者质疑和维权的合法权利。老钱见状，立刻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，勒令他立刻离开。苏婷婷不再争辩，当场表明会通过劳动仲裁维护自身权益。很快，同事林萌匆匆赶来，告知苏婷婷最新近况。杜志明已在部门群发布正式通知，强行替换谈判翻译，将被动裁员恶意篡改为苏婷婷主动离职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部门会议上将苏婷婷当作反面教材，指责她情绪化工作，缺乏职业素养。林萌透露，谈判已经全面暂停，赵岩的翻译漏洞百出，错误不断。美方负责人哈里森特意询问苏婷婷去向，赵岩竟然当众撒谎，谎称苏婷婷是为了个人发展主动离职。苏婷婷立刻叮嘱林萌持续关注美方团队的后续反应。紧接着，苏婷婷接到了行业前辈郑老师的电话，郑老师委婉提醒她，杜志明早已提前联系过自己，谎称苏婷婷工作交接不规范，行业圈子狭小，个人口碑至关重要，让她尽快妥善处理纠纷。苏婷婷瞬间明白，杜志明不仅在公司内部抹黑自己，还刻意联动行业资源，想要彻底毁掉她的职业口碑，断她后路。苏婷婷冷静梳理整件事的疑点，想不通对方为何偏偏在谈判关键期裁员，赵岩何时开始接手自己的工作，美方是否知晓真实内情。思索之际，他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，主办方诚挚邀请他担任本月亚太区商务翻译交流会的分享嘉宾，太古浦亚太区负责人也会到场。苏婷婷稍作思索，果断答应了邀请。交流会现场，东方创投的资深员工方磊主动与苏婷婷搭话。他表示自己虽与苏婷婷无直接工作交集，但仔细看过他撰写的泰克项目谈判资料。方磊点出一处关键漏洞，资料第15页的市场对标数据十分专业精妙，文档署名与创建日期虽为赵岩，但内部调取的数据源时间戳完全对不上，普通翻译难以察觉这类细节，只有深耕审计、熟悉系统数据的人才能发现破绽。这番话隐晦点明，资料真正的创作者是苏婷婷。就在苏婷婷恍然醒悟之际，林萌发来紧急消息，杜志明在公司高层会议上公然抹黑他，发布全员通告，诬陷他离职后私联美方，泄露公司商业机密。公司已准备正式起诉他。苏婷婷无比错愕，她从未私下联系过美方任何人员。林萌随即发来证据，所谓的泄密邮件是美方主动发送至公司公共邮箱的公开邮件，内容明确，希望后续合作继续由苏婷婷负责翻译。林萌气愤分析，杜志明裁掉核心翻译导致项目停滞，美方公开点名苏婷婷，恰恰证明了他的专业价值，也暴露了杜志明的工作失职。为掩盖过错，保全自身，杜志明刻意捏造泄密罪名，将所有问题推给苏婷婷，把她当作项目失利的替罪羊，将美方的正常合作诉求歪曲成他勾结客户的证据。看清对方步步紧逼的算计后，苏婷婷没有慌乱，她决定找到方磊，自证清白，揭穿阴谋。她主动邀约方磊私下沟通，两人来到安静的面馆，苏婷婷坦诚来意，告知对方自己从未私联美方，所谓泄密纯属污蔑，希望精通系统数据的方磊能帮忙调取后台原始工作记录，为劳动仲裁提供证据。方磊坦言自己在公司任职11年，见过20多位员工被抢功、被冤枉、被排挤离职，从未出手相助，并非不愿帮忙，而是杜志明手握资源、话语权与高层信任，外人贸然介入只会引火烧身，徒劳无功。他随即说明自己点破漏洞的原因。苏婷婷与其他隐忍离职的员工不同，她敢于当众揭穿问题，主动发声，撕开了杜志明的伪装。也正因如此，杜志明才必须彻底打压他，毁掉他的名声。得知苏婷婷无任何抗衡筹码后，方磊为他指明出路，告知他公司有直通董事会秘书处的后台管理员邮箱，不受部门层级管控，他可发送权限申请，调取在职期间的工作产出记录用于仲裁举证。该邮箱直接归档董事会，杜志明无权拦截驳回。苏婷婷疑惑方磊相助的缘由，方磊表示自己并非帮他，而是为了公司。杜志明多处违规操作早已是公司潜藏的隐患，自己无力彻底根除，只能为他提供取证途径，同时提醒他这份谈判资料的价值远比他认知中更高。苏婷婷立刻按指引发送取证邮件。很快林萌传来消息，杜志明发现离职员工仍能向公司系统发邮件后暴怒，当众训斥人事部魏佳，质问其未彻底关停他的权限。魏佳强硬回怼，专属邮箱不归人事管辖，人事无权干预。碰壁的杜志明随即向陈总告状，谎称苏婷婷离职后试图入侵公司内部系统，
坐实泄密嫌疑。林萌坦言，陈总向来没有主见，谁强势偏向谁。如今杜志明刻意造势，大概率会妥协偏向杜志明。苏婷婷随即询问赵岩的近况，林萌告知太库普下发的高难度专业英文技术清单，赵岩完全无力应对，折腾一下午，只能靠在线翻译软件拼凑内容敷衍提交。杜志明自身也看不懂专业术语，不敢外聘帮手，生怕暴露自己用人失察、任人唯亲的问题。如今的赵岩早已进退两难，只能硬撑局面。谈判成功，他就能窃取功劳；谈判失败，他就会被杜志明推出去当替罪羊。涉世未深的他，至今没看清自己的处境。摸清所有情况后，苏婷婷下定决心，在下周一与杜志明彻底清算所有恩怨。不久后，苏婷婷受邀回公司与陈总面谈。陈总起初以为他是来协商离职手续，苏婷婷直言此行不只为离职事宜，首先明确拒绝签署不合理的竞业协议。随后，他直面核心的泄密指控，询问陈总是否看过美方邮件完整原件。陈总表示仅看过杜志明提供的关键摘要，并未查看全文。苏婷婷当即点名摘要与原文天差地别，完整邮件是美方主动邀约，希望继续与自己合作，由自己担任专属翻译。若他真的泄密，美方绝不会公开点名要求他回归项目。所有指控都是无稽之谈。此时下属紧急汇报，泰普克代表团将于下周二到访，且更新了更优厚的合作条款，多处关键条款需要专业人员精准翻译解读。陈总询问赵岩能否胜任，下属坦言赵岩对特殊条款把握不准，缺乏底气。杜志明立刻强化，声称部门会全力配合，保证完成工作。陈总当场驳斥，直言他此前的承诺并未兑现，依旧出现了谈判暂停的重大失误。苏婷婷顺势表示自己对新版条款有优化思路，但以离职身份不便当众讨论，能否推进全看杜志明态度。本次面谈结束后，苏婷婷的取证申请正式被驳回，驳回理由为身份权限不匹配。林萌告知他，这是陈总听完杜志明5分钟私下谗言后，当场审批通过的结果。他2小时的条理自辩，终究抵不过对方的刻意抹黑。同时，杜志明连夜陪着赵岩修改了4个版本的翻译稿，赵岩熬夜受累，情绪崩溃。陈总也因项目压力心神不宁，状态慌乱。就在苏婷婷陷入僵局时，公司前台突然接到董事会总办授权，直接放行苏婷婷进入17楼会议室。他的突然现身让杜志明瞬间慌乱，厉声质问何人放行。美方负责人哈里森见到苏婷婷，立刻主动上前打招呼。杜志明急忙阻拦，声称苏婷婷已不是公司员工，无权参与核心谈判。哈里森无视阻拦，当众道出关键真相：东方创投提交的合作方案是他本年度看过最优质的亚太区方案，但方案中引用的2022年行业峰会私人发言从未公开发布。当时全场唯一记录手机的同声传译只有苏婷婷，绝非赵岩。哈里森当场质问赵岩是否参与过当年的峰会，赵岩慌乱失措，只能以团队合作为由敷衍搪塞，回避问题。哈里森转而向苏婷婷确认方案出自他手，苏婷婷坦然点头承认。杜志明依旧不死心，搬出泄密指控，声称涉案人员参与谈判风险极高。哈里森随即出示泰普法务部正式文件，明确公示所谓苏婷婷泄密均为美方主动合作邀约，不存在任何泄密行为，本质是东方创投内部恶意抹黑优秀员工。真相大白，杜志明依旧拒不认错。陈总试图打圆场，平息事态，让众人落座继续会议。苏婷婷断然拒绝，当众提出诉求，要求杜志明当场撤回裁员决定，更正方案署名，归还属于自己的工作成果，并表示自己会在室外等候最终答复。杜志明恼羞成怒，向陈总诬陷苏婷婷勾结外人，扰乱公司谈判，损害企业颜面，甚至呼喊保安，想要将苏婷婷强行赶出大楼。哈里森见状，严肃表明美方立场，直言东方创投充斥谎言与内部打压，辜负了美方的合作诚意。哈里森郑重放出最终底线，当初美方选择合作，苏婷婷的专业能力是核心加分项，本次谈判必须由苏婷婷担任翻译，否则美方将立刻终止所有谈判，全面重新评估与东方创投的所有合作。杜志明仍极力劝阻陈总，称这是商业讹诈，绝不可以妥协。但在美方的强硬态度和事实真相面前，陈总最终叫停杜志明的闹剧，让人请回苏婷婷。陈总当众宣布3项决议，即刻撤回对苏婷婷的裁员决定，恢复其劳资关系，更正所有合作方案署名，归还原创作者苏婷婷。本次谈判继续由苏婷婷担任专属翻译。随后他向哈里森致歉，重启正式谈判。谈判过程中，
苏婷婷专业沉稳、精准高效，完美解读专利交叉授权、5年独专期等核心条款，细致补充各类细节说明。中场休息时，美方团队高度夸赞苏婷婷，称她搭建起了双方高效沟通的稳固桥梁。公司同事也纷纷上前安慰夸赞，感慨她力挽狂澜，化解公司重大危机。会议室门外，杜志明对着赵岩大发雷霆，怒斥他能力不足，撑不住场面，毁掉了自己的全盘布局。他严厉威胁赵岩，必须咬死方案是自己独立完成，苏婷婷极度抢功，否则就给他档案记污点，让他彻底被行业封杀，身败名裂。恐惧之下，赵岩只能乖乖听话，顺从配合。下半场谈判圆满落幕，合作顺利达成。哈里森再次公开称赞苏婷婷的专业能力，促成了本次高效愉快的合作。会议结束后，陈总主动邀约苏婷婷单独面谈，想要协商她后续的职位与薪资待遇。两人离开后，杜志明撞见方磊，认定是方磊暗中帮苏婷婷铺路，通风报信。方磊淡然回应，苏婷婷能够翻盘，从来不是自己相助，而是杜志明急功近利，抢攻打压，步步犯错，亲手给苏婷婷让出了所有反击的机会。同时，他点破杜志明私下对接竞争对手宏图科技的隐秘备用方案，让杜志明大惊失色。办公室内，陈总主动向苏婷婷道歉，坦言自己被杜志明蒙蔽，险些给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他当即承诺会立刻安排苏婷婷官复原职，凭借本次立功表现，职位薪资均可协商提升。面对优厚的补偿，苏婷婷没有立刻应允，他提出了唯一核心诉求，在正式复工前，公司必须发布全员正式澄清公告，通发全员邮件，彻底洗清自己的泄密污点，还原全部真相。陈总起初顾虑公开致歉会影响公司形象，苏婷婷条理清晰地阐明利弊，若自己忍气吞声复工，不仅个人会背负永久职业污点，也会让所有员工看清公司赏罚不明、纵容诬陷、亏待功臣的乱象。作为上市公司，一旦失去人才尊重与契约精神，会让所有合作伙伴质疑公司管理能力与公信力，危及长期合作与企业口碑。陈总彻底醒悟，郑重答应苏婷婷的要求，承诺次日一早安排公关部、人事部联合发布官方澄清公告，给他公正的交代。苏婷婷表示会静待公司正式公告。随后，方磊进入办公室，向陈总递交项目开支简报，提示多项采购数据存在异常、暗藏问题，建议陈总亲自核查。公告发布后，公司内部全员震动，所有人都没想到公司会公开向苏婷婷致歉。此前私下吐槽抱怨的同事纷纷删除负面言论，一众员工纷纷主动示好，热情迎接苏婷婷回归。就在苏婷婷看似彻底逆风翻盘、重回职场巅峰之际，全新的危机骤然降临。工作人员找到苏婷婷，递上人事部纪律委员会的质询通知。在苏婷婷确认身份后，对方要求她当场签收通知。新一轮的调查与风波再次席卷而来。